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Apple Fans， 我是威利对于长时间坐在电脑桌前面的我们来说，桌面空间永远不够这件事情呢，应该就是大家共同的困扰了吧？尤其是住在台湾，大家的房间的坪数通常都不大，所以能放的桌子的尺寸很有限。不管你怎么收，桌面上最后总是会被一些键盘、滑鼠，还有一堆有的没有的传输线、硬碟给占满。有的时候工作累了，想要在桌上吃个外送，或者是想要拿本书来看，都还得先把这些东西拨开来，或是瞧出一个位置，真的是很阿杂。那前阵子呢，台湾设计品牌 Zendesk 寄来了他们最新设计的产品 Flow Deck 顺收萤幕架。老实说，市面上的萤幕架真的超级多，木头的、铝合金的我也用过不少。所以刚收到的时候，我其实在想，这个东西还能变出什么新花样吗？还真的是有一些新花样啊！他们这次主打的一个概念叫做1秒顺收。官方号称这一款萤幕架可以透过特殊的滑轨结构，让你用一个动作就能瞬间切换工作跟休息的模式，把干净的桌面空间还给你。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但实际操作起来真的有这么顺手吗？还是只是噱头而已呢？今天这支影片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真实的使用心得。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先来看看本体。拿出来第一个感觉它真的很扎实，跟市面上常见的木头或者萤幕塑胶架很不一样。Flow Deck 的主体架构呢是采用430不锈钢打造的。那为什么是要用不锈钢？我想最大的原因应该是为了支撑力。要维持这么薄的视觉厚度，还要有足够的支撑力，那就只能选用金属的材质了。那如果你有用过那种便宜的塑胶架，就会知道，放上一台比较重一点的萤幕，中间就很容易凹下去了。但这一款不锈钢架呢，据官方的数据来看，它可以承受20公斤啊。所以我实际放上了这一台 Studio Display， 用了一阵子，它还是非常稳固的，完全不会有晃动。另外用不锈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台湾的环境比较潮湿嘛，那一般的木头贴鼻的萤幕架用久了很容易受潮、膨胀、变形。但不锈钢呢具备抗腐蚀的特性，基本上它不会生锈，也不会变形，耐用度是完全不同等级的。而且它的表面呢还有做了特殊的防刮跟抗指纹涂层的处理，雾面金属的质感很不错，而且还比 MacBook Pro 还更不容易沾指纹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一块减压桌垫，它有纯羊毛跟纯素皮革两种材质可以选。那这两块我都有实际用过。如果你喜欢温润一点手感，或者想要跟银灰色的 Mac 配件有一致性的话，那纯羊毛款很适合你。那如果你是怕脏，喜欢极简利落的感觉，那纯素皮革款就很好整理，脏了擦一下就好了。而且重点是这一块桌垫本身就是一张超大的滑鼠垫啊，它的表面很平整，滑鼠在上面移动会很顺畅，所以有了它你就不需要再额外再买一块滑鼠垫放在那边碍眼，整个桌面看起来会非常干净啊。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重头戏啦。那这一款 Flow Deck 呢，官方主打的1秒顺收到底是怎么收法？大家看就像这样，当我结束了一段工作，想要转换心情，或是想要单纯腾出桌面来吃个午餐、写个笔记的时候呢，我不需要像以前一样要把键盘往旁边拨，把滑鼠拿开，还要顺便整理一下桌面。我只要翻起桌垫的边缘，往里面一推，它两边的侧边呢有轨道的设计，所以推起来非常顺手。我们推到底之后，你只要把手腕垫往上面轻轻一翻，啪一声，它就会直接吸在面板上，瞬间还给你一个干净的桌面。这个就是所谓的1秒顺收，非常厉害。那这个时候专业的玩家一定会问我说，威力这个空间够大吗？我的机械键盘进得去吗？这一点我也帮大家量过了，在没有安装抽屉配件的情况下呢，从桌垫的表面到萤幕架下方的净空高度有 7.6 公分。这个表示不只是薄膜键盘，就算是比较厚重的机械键盘啊，或者是比较高的人体工学滑鼠、剪辑控制器，通通都可以一口气吞进去。而且除了顺收很方便之外呢，这块桌垫还有几个我很喜欢的小巧思。第一就是定位小丘，大家仔细看这个桌垫最里面的边缘，这是有做一个立体的隆起设计。你在快速推拉的时候，像是笔啊、电池啊这种圆柱体会滚动的东西嘛，就会被这个定位小丘给挡住，你不用每一次都要去桌子后面去找东西了。第二，桌垫有定位设计，不会拉过头，也不会推过头，它可以顺着轨道推到底，也不怕桌垫在拉出来的时候会歪来歪去。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在桌垫的最前端，也就是靠近我们手腕的位置，它有一个一点点凸起的低回弹软垫，它就像一个内建的碗托，材质本身不太容易塌陷，然后又可以填补手腕下面的空隙，细节处理的还不错。好，讲完了核心功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不锈钢的架身。刚才提到它用金属的材质嘛，除了稳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它整台都有磁性。也就是说呢，你可以把任何有磁性的东西直接吸在上面，像是你的 Apple Pencil、你的 AirPods Pro， 甚至那一种磁吸的充电线，你想要吸在哪里就可以吸在哪里，随手一放就帮你固定了，超级方便。当然，除了方便你自己随便吸之外呢， Zendesk 这次也推出了7种模组化的配件。首先是这个磁吸悬浮抽屉，它的设计很简单，就是利用强力的磁铁吸附在你的萤幕架的下方，
这个专门拿来收纳一些会很常使用到，但放在桌上会很丑的小东西，像是 USB-C hub 转接头或是随身碟，这些都非常适合。它的宽度够宽，要放 iPad 或是收一些笔记本也没有问题。而且你把它拉出来的时候，它还可以变成一个延伸的小平台，让11寸的 iPad 直接立在抽屉跟架子之间，当做 Mac 的第二个萤幕，不会占到原本桌面的空间。不过这边有一点要小小注意一下，抽屉虽然很好用，但它是会吃掉桌面下方的垂直高度的。所以如果你把抽屉呢吸在滑鼠或是键盘的正上方的话，那你的键盘跟滑鼠就要选薄一点的。所以在配置的时候呢，先看看自己的装置，你再决定要怎么搭配。那另外呢，你也可以搭配他们的磁吸托盘系列，像是这种 Square 磁吸托盘，它专门是放一些记忆卡、SIM 卡针这种怕不见的小东西的。还有 Memo 磁吸托盘，它有侧面的开口，拿来放便条纸刚刚好，要撕也很方便。还有一个长条形的 Large 磁吸托盘，是专门用来放文具的，底部有波浪状的羊毛毡铺垫。那平常放钢笔啊、原子笔就不怕刮伤它的笔身啦。不过如果你是用 Apple Pencil 的话，那就只有 USB-C 的版本放得进去。那其他的版本呢，因为长度超过了这个托盘的16公分，没有办法放啦。那这些磁吸托盘呢，本身都是有磁性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吸在萤幕架的任何一个平面。而且它们的边框呢都是90度的直角设计，所以当它们排在一起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缝隙的那个视觉上的整合度跟贴合度，对我这个强迫症患者来说，真是看得非常舒服。再来是我觉得最推的配件——笔电架。如果你是用 MacBook 接外接萤幕的使用者的话，那这个真的是超好用。它采用挂扣式的设计，可以直接挂在你萤幕架的侧边或者后面。那这样做有2个好处：第一，笔电不会占用到桌面的平面空间；那第二，笔电立起来的时候散热效果也会比较好。加上它的内侧也是有羊毛毡的，所以不用担心它会刮伤 MacBook 的金属机身。好，再来，如果你跟我们一样都有在用 AirPods Max 或是其他耳罩式耳机的话，他们还有推出耳机架，它可以让你直接固定在左边或是右边，而且支撑的地方一样有羊毛毡，它不会刮伤耳机的头带。最后是这个看起来不太起眼的小东西——磁吸集线器。我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是这个产品的灵魂啊！大家不要看它是小小一颗，它超级重要，因为 Flow Deck 整台都是金属的，所以这个集线器呢，你想要吸在哪里就可以吸在哪里。你可以把它吸在它的侧边，让线可以顺着脚架走，那正面完全看不到线，或是吸在面板的正面，让充电线可以随时的 standby。最爽的是，你从此以后你拔掉充电线，线头再也不会滑到地板上。看着这些线乖乖固定在原本的位置，这一种爽感啊，真的是只有强迫症才会懂。另外 Flow Deck 本体有一个很贴心的小细节，大家可以看到萤幕架的后方的金属挡板上面呢，有一个小小的凹槽缺口，这个是专门用来走线的设计啊，它可以让你的充电线或是传输线从这个缝隙进来到架子上面。那这样子你在放 MagSafe 充电器或是接一条充电线进来的时候呢，才不会被金属的边缘压到或是折到，很贴心。好，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这一段时间实际使用 Zendesk Flow Deck 下来呢，我认为它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是一个萤幕架，而是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很直觉的桌面管理方案。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标准的外观控跟洁癖患者的话，那喜欢桌面保持随时的井然有序，又或者是你的桌子是那一种标准的120×60公分，常常觉得键盘滑鼠一放桌面就满了的那一种，那 Flow Deck 的顺收功能确实可以帮你解决空间不足的问题。它等于是帮你在有限的深度里面创造出了2倍的使用空间，加上它的不锈钢材质跟羊毛毡的选料，质感上跟 Mac 生态系的产品真的是非常搭，摆在桌上就是一种享受。那重点是它的组装超级简单，整组只有4个部件，6颗螺丝，你都不用看什么复杂的说明书，几分钟就可以装好了。对于怕麻烦的来说，真的是非常友善。不过这边也要温馨提醒大家一下，目前 Flow Deck 正在嘖进行募资啊，然后既然是募资呢，就代表需要一点等待的时间。那根据页面上的资讯，预计的出货时间是2026年的5月。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我不建议你抱着急用的心态来买，应该比较像是为了明年自己的工作环境做的一个升级投资。那目前早鸟优惠的价格呢，跟未来上市的价格有蛮大的落差，所以有兴趣的朋友，我把购买的连结，还有我们 Apple Fans 苹果迷的专属折扣码，我都放在底下的说明栏，大家可以自己点进去看看详细的规格跟回馈方案，再做决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开箱实测。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桌面收纳的独门秘技，或是对于这一款萤幕架有什么疑问，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再热推一下就更棒啦。这里是 Apple Fans， 我是威力，我们下次见咯，拜拜。